世界的中心到底在哪里？丝绸之路从信仰到黑金，一本让西方史学界失眠的奇书。欢迎收听深邃视野的播客频道，我是您的时光之旅导航员劳伦斯星辰。上一期节目，我们沿着威尔杜兰特的足迹，走完了那场跨越40年的文明马拉松。从苏美尔的泥板到拿破仑的军旗，杜兰特用11卷书告诉我们，文明是一场从东方发源向西方传递的接力赛。他关心的是每一座文明矿井深处的灵魂，希腊人如何辩论正义，罗马人如何编织法律，文艺复兴的画家如何在画布上捕捉神性与人性的交锋。但杜兰特的地图有一个天然的盲区，他的目光始终聚焦在文明的内部，一个文明的经济、政治、伦理和艺术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兴衰更替。而文明与文明之间那片广袤的连接地带，那条让思想、货物、病菌和信仰得以流动的通道，在他的叙事中只是背景，只是走廊，只是文明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过道。可如果这条走廊本身就是舞台呢？如果那些被杜兰特一笔带过的商队、奴隶、翻译官和游牧骑兵才是历史真正的主角呢？今天我要带你走进的这本世界奇书，会彻底翻转你手中的地图。它会告诉你，2000年来世界的中心根本不在伦敦、巴黎或华盛顿，而在一个被现代西方人有意无意遗忘的地带，从地中海东岸一直延伸到中国的西安，从黑海之滨到新都库什山脉，从波斯湾到中亚草原，那片被笼统称为丝绸之路的广袤腹地。这本书叫《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它的作者彼得·弗兰科潘是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他不是什么媒体明星，而是一位在中东手稿、希腊文献和拜占庭档案里浸泡了30年的学者。2015年，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轰动了欧美史学界，被《泰晤士报》评为年度图书，翻译成30多种语言，销量逾100万册。但它真正震撼人的地方不在于销量，而在于他的野心。弗兰科潘想用一本书把被颠倒500年的世界史重新扶正。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部翻转地图的文明史诗。我不只想告诉你他讲了什么，任何一篇书评都能做到。我想带你深入他的肌理，看看他的光芒照到了哪些角落，又留下了哪些阴影，看看他在哪些问题上振聋发聩，又在哪些问题上语焉不详。最重要的是，我想和你一起回答一个问题：在这个充满壁垒、脱钩与对抗的时代，我们该如何正确地阅读这本书，才能既不被它的颠覆性冲昏头脑，也不被它的局限性遮蔽双眼？始发站，丝绸之路是一条什么路？丝绸之路的形成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天开辟出来的，而是一场持续了数千年的渐进式连接。它更像是一条由无数商队、游牧部落、使节和探险家用脚走出来的网络，而非一条被规划好的道路。要理解它的起源，我们需要把时间倒回到公元前2000年，甚至更早，看看欧亚大陆上的人类是如何一步步被连接起来的。第一阶段，史前草原走廊，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在丝绸之路这个名字出现之前，欧亚大陆上就已经存在一条草原之路。考古证据显示，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青铜冶炼技术、小麦种植、绵羊和马的驯化就已经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亚草原向东传播到了中国西北。中国地区的新疆的孔雀河古木沟遗址、甘肃的齐家文化都发现了来自西方的小麦和青铜器痕迹。同时，和田玉、昆仑玉也开始向西流动，这是后来玉石之路的雏形。这条通道之所以能存在，不是因为某个帝国的命令，而是因为欧亚草原带从匈牙利草原一直延伸到蒙古高原，是一片连续的开阔地带。游牧民族骑着马，赶着羊群，在草原上季节性迁徙，无意中成为了最早的快递员。他们交换的不仅是货物，还有技术、语言和基因。在官方意义上的丝绸之路诞生之前，草原已经是一条活跃的信息高速公路。第二阶段，希腊化世界的东扩，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10年之内，这位马其顿国王的军队从地中海打到了印度河流域，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虽然亚历山大帝国在他死后迅速分裂，但他留下了一个持久的遗产：希腊化世界 （Hellenistic World）。希腊语成为了从埃及到中亚的通用语言。希腊式的城市，如阿富汗的艾哈努姆、巴基斯坦的塔克希拉，在东方建立。希腊的铸币制度、艺术风格和科学知识沿着这些城市向东渗透。与此同时，印度的孔雀王朝与希腊化世界建立了联系。
佛教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向外传播。希腊化世界为后来的丝路贸易铺设了文化基础设施、共同的语言、通用的货币、城市化的节点。所以亚历山大没有开辟丝路，但他用剑在东方打开了一个缺口，让后来的商队和传教士得以通行。第三阶段，中国汉朝的张骞凿空，公元前138年到前119年，这是丝绸之路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也是中国官方史书中的正式起点。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了联合大月支共同对抗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一行从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被匈奴扣留了10年，逃脱后继续西行，到达了大渊、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撒马尔罕一带和大月支。张骞的这次出使在政治上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支的目的，但他带来了一个信息爆炸。汉武帝第一次详细了解到，在匈奴以西存在着一个由数十个城邦和游牧部落组成的复杂世界，那里有汗血宝马、葡萄、苜蓿、胡桃，还有愿意用黄金购买丝绸的商人。而在此之前，中国的皇帝对此一无所知。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他率领了300人的使团，携带了数以万计的丝绸和金银，正式建立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官方联系。此后，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立河西4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修筑长城，设置烽燧，并派遣军队屯田驻守。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来形容张骞的功绩，意思是凿通了一条原本空无一物的通道。但这个说法需要辩证看待，张骞凿通的不是一条新路，而是一条被匈奴阻断的旧路。他做的是用汉朝的国力，为这条已经存在的民间贸易通道提供了安全保障和官方背书。第四阶段，匈奴、贵霜与罗马3大帝国的接力。丝绸之路之所以能繁荣，不是因为汉朝一家独大，而是因为多个帝国的接力。匈奴这个被汉朝击败的草原帝国，虽然与汉朝敌对，但客观上扮演了草原网络组织者的角色。匈奴控制的西域是南北商道的枢纽，即使在战争时期，贸易也从未完全中断。贵霜帝国公元1到3世纪由大月支人建立，统治了中亚和北印度。贵霜人信奉佛教，他们的领土正好位于丝路的十字路口。佛教从印度经贵霜传入中国，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个帝国的稳定。罗马帝国，罗马人对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丝绸，有着近乎疯狂的渴求。罗马元老院曾多次颁布禁奢令，禁止男性穿着丝绸，但收效甚微。据老普林尼估计，罗马帝国每年向东方，主要是印度和中国流出的金银高达1亿塞斯特斯。这种需求是丝绸之路持续运转的经济引擎。所以，丝绸之路不是一条从中国到罗马的直线，而是一个多节点、多方向的贸易网络。货物从中国到罗马，可能要经过数十个中间商的手，在撒马尔罕、目录、泰西风、帕尔米拉等城市不断转手、加价、变形。第五阶段，命名的诞生，里希霍芬的发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丝绸之路这个名字，直到1877年才被创造出来。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里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在他的《中国》一书中，首次用 Seidenstrasse 丝绸之路来命名这条古代贸易通道。他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丝绸是中国出口商品中最具代表性、最昂贵、最让西方人着迷的货物。但这个名字也带来了一个长期的误解，它让人们以为这条路主要是用来运丝绸的。实际上，丝绸只是众多商品中的一种。同等重要的还有香料、宝石、玻璃、金属、药材、奴隶，以及看不见但更重要的东西：宗教、技术、语言和疾病。所以，丝绸之路最早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被需求和地理共同塑造出来的。地理提供了可能性，欧亚草原的连续性，河西走廊的狭窄通道，帕米尔高原的隘口，塔里木盆地的绿洲链条。技术提供了能力，马的驯化，骆驼的饲养，造车技术，航海术。帝国提供了安全，汉朝的屯田，贵霜的稳定，罗马的需求。贪婪提供了动力，对丝绸的渴望，对香料的迷恋，对黄金的追求。它从来不是一条路，而是一张网。它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它从来不是和平的，而是充满了战争、劫掠、欺骗和背叛。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持久的连接。正如彼得·弗兰科潘在书中所写，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线，
它是一个世界。第一站，一张被翻转的地图。为什么世界的心脏在东方？弗兰科潘写这本书的动机源于他在牛津教书时的一个长期困惑。他发现，每当他让学生们画一张世界地图，学生们总是不自觉地把欧洲放在正中央，美洲在左，亚洲在右。这幅地图，我们现在称之为莫卡托投影，诞生于16世纪的弗兰德斯。他把欧洲放大，把赤道地区压缩，把北半球的优越感刻进了每一个现代人的空间直觉里。但是，当你来到东方，你会发现那里的世界地图却是东亚和右侧空旷的太平洋，而所谓的世界中心在这里却成了左右的边缘。弗兰科潘问，如果我们回到2000年前，回到人类文明最活跃的年代，那张地图的正中央到底应该是哪里？答案会令你惊掉下巴。是君士坦丁堡，是巴格达，是撒马尔罕，是长安，是巴米扬，是撒马尔罕的集市，是敦煌的莫高窟，是巴格达的智慧宫。弗兰科潘的核心论点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传统史学的盲区。丝绸之路地带从东地中海经过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中亚，一直延伸到中国的这片区域，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心脏。这里不是东西方之间的走廊，这里就是世界史的主舞台。欧洲在漫长的历史里，只是这个舞台的边缘观众席，一个后来才抢到前排座位的迟到者。这与杜兰特形成了奇妙的对照。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第1卷里把东方作为起点，但他的叙事重心很快移向了希腊、罗马和西欧。杜兰特的文明史是一条从东向西的河流，源头在东方，但入海口在西方。而弗兰科潘说，不，文明不是一条单向的河流，它是一个十字路口，一个永不停歇的换乘站，一个让不同文明在此相遇、碰撞、混血再出发的枢纽。弗兰科潘的翻转不仅是空间上的，更是价值上的。他挑战了500年来西方史学的一个深层预设：现代世界的诞生是欧洲内部演化的结果，是希腊的理性、罗马的法律、基督教的伦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的科学精神，这些欧洲特质自然生长出的果实。弗兰科潘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幻觉。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丝绸之路地带各种力量交汇、博弈、交易的结果。没有东方的丝绸和香料，中国的白银，阿拉伯的数字，波斯的诗歌，蒙古的驿站网络，就没有欧洲的崛起。这个论点的颠覆性在于，它不仅是在补充西方中心论，而是在取代它。弗兰科潘不是在西方史学的边缘添加几个东方章节，而是把整部世界史重新以中亚、中东为轴心书写。第2站，信仰之路，神奇如何在丝路上换乘？弗兰科潘的书不按年代切割，而是按路来组织。这种结构本身就有深意，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张由道路织就的巨网。而第一条路是信仰之路。我们通常以为宗教的传播是自上而下，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罗马教廷派遣传教士，佛教寺院派出僧侣，伊斯兰哈里发扩张领土。但弗兰科潘展示了另一幅图景，在丝绸之路上，宗教的传播更像是一场没有导演的即兴演出，信徒、商人、流亡者、士兵都是演员，而贸易路线就是舞台。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国教之前，它的早期传播深深依赖着中东的贸易网络。耶稣诞生于耶路撒冷，保罗在小亚细亚的城镇间传道，最早的教会建立在安条克和埃德萨，这些都不是欧洲城市，而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基督教向东传播的速度甚至超过了向西。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在公元7世纪就传到了长安，在唐朝宫廷里拥有了一席之地。当欧洲的修道士还在抄写拉丁文圣经时，中亚的基督徒已经用叙利亚语、粟特语和汉语在丝绸之路上布道了。更有意思的是佛教。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派遣使者向西传教，佛教沿着丝路进入中亚，再传入中国。但在同一时期，索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从波斯向外辐射，摩尼教试图融合所有宗教，创造一种普世信仰，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则一路向东。在敦煌的藏经洞里，考古学家发现了用汉语、藏语、粟特语、梵语书写的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文献，他们被同一批僧人收藏在同一座洞窟里。这种信仰的混杂性，在弗兰科潘看来是文明活力的源泉，而非混乱的根源。弗兰科潘写了一个被杜兰特几乎完全忽略的主题：宗教不是文明的边界，而是文明的连接器。在丝绸之路上，不同信仰不是互相隔绝的孤岛，而是互相渗透、竞争、融合的河流。拜火教影响了犹太教的末世论，犹太教的一神论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佛教的因果观念影响了中亚的诺斯替主义。没有这种信仰的换乘，就没有后来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纯粹宗教。但这里也埋下了第一个值得警惕的种子：弗兰科潘对宗教混杂性的赞美是否过于浪漫化了？宗教融合往往伴随着暴力，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伊斯兰圣战、佛教寺院武装。弗兰科潘写信仰之路时，更像是在写一部宗教交流史，而非宗教冲突史。他对信仰融合的赞美是真诚的，但对信仰冲突的残酷性琢磨明显不足。第三站，奴隶之路被遮蔽的血色网络。弗兰科潘毫不避讳历史的阴暗面，他专门用一章来写奴隶之路，但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大西洋三角贸易，而是更早、更庞大、更持久的欧亚奴隶网络。从公元8世纪开始，中亚和东欧的草原地带就是奴隶的主要供应地。维京人沿着河流把斯拉夫人运到黑海，阿拉伯商人把奴隶从东非和中亚运往巴格达和撒马尔罕。巴格达在阿拔斯王朝时期拥有数十万奴隶，他们来自中亚草原、东非海岸、高加索山脉和巴尔干半岛。到了蒙古帝国时期，这种人口贸易达到了惊人的规模。蒙古军队每征服一座城市，就把工匠和年轻男女作为奴隶分配给将领和士兵。弗兰科潘冷酷地指出，丝绸之路不仅是香料和丝绸的通道，它也是人类苦难的管道。巴格达的辉煌，撒马尔罕的繁华，威尼斯商人的财富，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奴隶的几倍之上？这样的场景，历史同样称之为文明。但弗兰科潘的笔锋不止于道德谴责，他追问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奴隶贸易如何重塑了经济结构？巴格达的繁荣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蒙古军队的残暴征服如何意外地打通了从太平洋到地中海的贸易通道？奴隶的流动是否促进了技术的传播？因为被掳走的工匠把技艺带到了新的土地。这与杜兰特的写法截然不同。杜兰特写罗马，会写凯撒和基督，写元老院的辩论和竞技场的血腥；弗兰科潘写同一时期，会写那些没有名字的人，奴隶、商人、翻译、马夫，如何构成了历史的底层逻辑。在弗兰科潘的书里，历史不是由伟大人物主演的戏剧，而是由无数匿名者编织的网络。无数英雄们向往的青史留名，真的存在吗？今天的年轻人在读着这些伟大的辉煌时，又有多少人在心中100万个鄙夷 Who cares？ 这种底层视角当然有其代价。弗兰科潘对奴隶制度的描写虽然令人震撼，但他对奴隶制度的系统性分析却不够深入。他没有追问为什么某些社会形成了持久的奴隶制度，而另一些社会没有。奴隶制与自由劳动之间的经济学差异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读者自己去补充。第四站，蒙古帝国不是毁灭者，而是超级路由器。在传统的西方叙事里，蒙古帝国通常被描绘成野蛮人的破坏，是文明的中断，是黑暗时代的加深。但弗兰科潘给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观点：蒙古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帝国，它是丝绸之路的终极放大器。成吉思汗和他的后裔摧毁了无数城市，屠杀了数百万人，这是事实，无法洗白。但他们也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建立了一个从太平洋到东欧的单一安全区。在这个区域内，商人可以持通行证、牌子自由通行，驿站系统、战翅连接了从北京到巴格达的每一个角落，思想、技术、疾病和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弗兰科潘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蒙古统治时期，一个商人从波斯到中国只需不到1年的时间，而且沿途安全有保障。这在之前和之后的1000年里都是不可想象的。蒙古人不是文明的敌人，他们是粗暴的、高效的系统管理员，他们把原本分散的丝路网络整合成了一个超级局域网。这种视角的翻转，正是弗兰科潘最迷人的地方。他不问谁征服了谁，而问连接如何改变了所有人。在蒙古治下，一个威尼斯商人可以走到北京，一个中国工匠可以走到巴格达，一个波斯天文学家可以在大汉的宫廷里工作。这种流动性在后来的奥斯曼帝国 Safavid、波斯和明清中国时期反而消失了。但这里的问题是，弗兰科潘是否对蒙古帝国的正面贡献过度美化了？他把蒙古人描绘成打通了道路的系统管理员，但对蒙古征服的毁灭性，对中亚灌溉系统的永久性破坏，对城市的夷平，对人口的灭绝，是否轻描淡写？历史学家约翰曼在《成吉思汗》中估计，蒙古征服导致中亚人口减少了约1/3，一些地区直到几个世纪后才恢复。
弗兰科潘的网络史观让他倾向于看到连接的好处，而对连接的代价、暴力、压迫、生态破坏关注不足。这是一个贯穿全书的模式。弗兰科潘擅长展示贸易和连接的红利，但对这些红利背后的血泪往往一笔带过，生命成了一个被漠视的存在。第5站，黑死病与白银，疾病的传播与经济的重塑。弗兰科潘对黑死病的解读也令人耳目一新，因为他彻底翻转了因果链条。1346年，蒙古军队围攻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城，他们把患瘟疫的尸体抛入城内，这是历史上最早最原始的生物战之一。但弗兰科潘关注的不是这场围攻本身，而是随后发生的事。鼠疫沿着蒙古人建立的贸易网络，以每天数英里的速度向西蔓延，最终摧毁了欧洲1/3的人口。但灾难的另一面是重塑。劳动力的锐减迫使欧洲改革经济结构，工资上涨，技术创新加速，农奴制瓦解，最终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弗兰科潘暗示，没有黑死病就没有后来的欧洲崛起，而黑死病的传播路径恰恰就是丝绸之路的路径。蒙古帝国建立的超级网络不仅传播了商品和思想，也传播了死亡。但是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会接受这样的社会进步吗？到了16世纪，另一股力量沿着相反的方向流动，白银。西班牙人在美洲波托西银矿开采的天量白银并没有留在欧洲，而是通过马尼拉帆船贸易大量流入中国。弗兰科潘指出，16至18世纪的中国才是全球经济的真正引擎。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冒险，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中国提供货币服务的外包商。中国需要白银来支撑其银本位经济，而美洲的白银产量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景气周期。这个论点极其大胆，他把西方崛起的叙事彻底颠倒了。不是欧洲主导了世界，而是世界的需求，尤其是中国的需求，塑造了欧洲的命运。没有中国对白银的渴求，西班牙帝国可能不会如此疯狂地开采美洲。没有美洲白银的流入，明朝的经济可能不会如此繁荣，也不会在白银枯竭后陷入崩溃。弗兰科潘在这里展示了他作为经济史学家的敏锐，但他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如果中国才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为什么技术突破出现在欧洲，而非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江南？弗兰科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他的网络史观擅长解释流动和交换，但对解释创新和突破显得力不从心。第6站，黑金之路，从帝国博弈到石油世纪。进入19世纪，弗兰科潘的叙事变得更加惊心动魄，也更加贴近我们的时代。他写大博弈，英俄两国在中亚的间谍战、代理人战争和领土争夺。这不是边缘地带的局部冲突，这是两个帝国对丝绸之路控制权的生死搏斗。因为谁控制了中亚，谁就控制了通往印度和中国的钥匙。英国派出的探险家、测绘师和间谍，俄罗斯派出的哥萨克骑兵和外交官，在这片高原和沙漠上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然后20世纪最重大的变量出现了，石油。弗兰科潘用大量篇幅展示了中东石油如何重塑了现代世界，但他再次翻转了视角。我们通常以为是西方发现了中东的石油，并因此控制了那里。但弗兰科潘指出，正是石油让中东重新成为世界的心。从丘吉尔的皇家海军舰队改用石油动力，到2次世界大战的胜负取决于燃料供应，再到冷战时期的美苏博弈，21世纪的伊拉克战争，现代世界的每一次重大转折，其支点都在那片被西方人称为中东的土地上。书的最后几章写到21世纪，中亚的重新崛起，美国的战略收缩，俄罗斯的南下野心。弗兰科潘的结语几乎是一种预言，世界正在回到它本来的样子，重心向东移动，向那片连接东西方的腹地移动。丝绸之路不是历史，而是未来。这种从古代直通当代的叙事赋予了全书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但批评者指出，弗兰科潘对当代政治的解读过于决定论，他似乎暗示，因为地理如此，所以大国博弈必然如此。但历史告诉我们，人的选择同样重要。美国是否必然从中东收缩？这些问题不是地理能够回答的。第7站，弗兰科潘的史观，连接而非分裂。讲完了这些路，我们需要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弗兰科潘是用什么样的眼睛在看历史的？与杜兰特的完整史观相比，弗兰科潘的史观可以概括为网络史观。杜兰特把历史看作一棒接一棒的文明接力，关注的是每个文明内部的经济、政治、伦理和艺术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兴衰更替。
弗兰科潘则把历史看作一张永不停止交互的网络，关注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物质流动、人口迁徙、技术交换和权力博弈。杜兰特的叙事是纵深的，他深入一个文明的内部，解剖他的灵魂，读他的诗，看他的画，听他的哲学辩论。弗兰科潘的叙事是横向的，他站在中亚的高原上，看东西方的力量如何在此碰撞、交易、变形，看商队如何把印度的数字带到阿拉伯，把中国的火药带到欧洲，把波斯的诗歌带到突厥。杜兰特关心的是人类心智的成就，弗兰科潘关心的是人类网络的拓扑结构。这两种史观没有高下之分。如果说杜兰特的《文明的故事》是一部文明的传记，那么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就是一部文明的交通史。传记告诉你这个人是谁，他如何思考，如何感受；交通史告诉你这个人如何与世界发生关系，他收到了什么信件，寄出了什么货物，感染了谁的病菌。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弗兰科潘的交通史写得精彩绝伦，但文明的传记部分，那些关于信仰、艺术、哲学和精神的内在演进却显得单薄。他告诉我们佛教传到了中亚，但没有告诉我们中亚的佛教徒如何理解涅槃。他告诉我们希腊哲学传到了阿拉伯，但没有告诉我们阿拉伯的哲学家如何改造亚里士多德。连接是可见的，但连接之后的化学反应在书中往往是缺失的。第8站，争议与局限。这把钥匙打开了门，也留下了阴影。任何一部具有颠覆性的著作都必然伴随着争议，丝绸之路也不例外。当我们为弗兰科潘的翻转地图拍手叫好时，也必须冷静地审视这把钥匙在打开一扇门的同时，是否也关上了另一些窗。第一，物质主义的盲区，当贸易成为历史的唯一语法。弗兰科潘最受诟病的一点是他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在全书25章中，路的隐喻几乎都被贸易、资源、货币和地缘博弈所占据。丝绸、香料、奴隶、白银、石油，这些物质流动构成了叙事的骨架，而思想、信仰、艺术和文化的内在演进则常常沦为附庸。在弗兰科潘的书里，佛陀和苏格拉底的重要性似乎不如商队和白银。佛教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一套关于苦与解脱的哲学，而是因为它沿着丝路传播，成为了一种跨文化的商品。希腊哲学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柏拉图对理念的追问改变了人类对真理的理解，而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阿拉伯学者保存并传回欧洲。对于那些相信思想驱动历史的读者来说，这种视角可能显得过于唯物主义。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里花了整整1章分析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如何反映了希腊人对命运的思考。弗兰科潘在写到同一时期时，更关心的是雅典的银矿如何资助了海军，以及这些白银如何流入了波斯。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视角的取舍。但当取舍过于极端时，历史就会失去它的灵魂。人不是只会交易的蚂蚁，人会为信仰而死，会为一首诗流泪，会为正义反抗利益。这些维度在弗兰科潘的网络史观中被压缩到了边缘。第二，史料取舍与叙事伦理。为了论点，牺牲了复杂性。为了支撑丝路中心论的宏大叙事，弗兰科潘有时被批评为选择性使用史料。他对蒙古帝国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弗兰科潘强调蒙古帝国促进了交流，打通了道路，建立了全球化的雏形，但他对蒙古征服的毁灭性，对中亚灌溉系统的永久性破坏，对城市的系统性夷平，对人口的灭绝性屠杀琢磨明显偏少。他写蒙古人如何连接了世界，但很少写他们如何毁灭了世界。撒马尔罕被屠城后多久才恢复？中亚的学术传统在蒙古征服后中断了多久？这些问题在书中找不到答案。同样，他在写到伊斯兰文明的辉煌时，对巴格达的智慧宫、阿拉伯的数学和医学赞不绝口，但对伊斯兰帝国的扩张战争、对异教徒的征税和迫害、宗教内部的教派冲突处理得相对轻描淡写。这不是说弗兰科潘在撒谎，而是说他在筛选。为了维护丝路作为文明连接器的正面形象，他倾向于放大交流的美好转瞬，而缩小冲突的血色篇幅。一部诚实的史著应该让读者同时看到连接的红利和连接的代价。弗兰科潘在这架天平上，砝码明显偏向了一边。第三，矫枉过正的风险，从西方中心到东方中心。弗兰科潘试图纠正西方中心论，但他是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种东方中心论或中亚中心论？在弗兰科潘的叙事中，欧洲在近500年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制度创新中的独特作用被相对化了。他暗示
欧洲的崛起主要是因为它恰好位于丝路网络的末端，是东方技术和资源的接受者和中转站，而非创造者。但这种解释无法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在更早获得这些技术和资源的中国或阿拉伯世界？中国的4大发明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确实传到了欧洲，但为什么中国人没有用火药的原理发展出现代化学？为什么中国人没有用指南针开启地理大发现？为什么印刷术在中国主要用于复制佛经和科举教材，而在欧洲却引发了宗教改革和知识爆炸？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仅仅用网络位置来解释，它们涉及制度、文化、宗教、政治结构等更复杂的因素。弗兰科潘的网络史观在解释流动时无往不利，但在解释创新时却显得捉襟见肘。他把欧洲描绘成一个幸运的终端用户，但忽视了欧洲内部发生的深刻变革、大学的兴起、法人制度的建立、实验科学的方法论、产权保护的演进，这些才是现代性的真正基石。第4，碎片化叙事的代价，历史变成了拼贴化。弗兰科潘按路组织全书的结构，赋予了全书一种独特的节奏感，但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碎片化。全书从古代跳到近代，从宗教跳到贸易，从黑死病跳到石油，每章都是一个独立的主题，章节之间缺乏连贯的因果链条。读者读完一章关于蒙古帝国的内容，下一章突然跳到了19世纪的大博弈。这种主题式叙事虽然避免了枯燥的年表，但也让历史失去了它的纵深感。杜兰特的《文明的故事》虽然卷帙浩繁，但每一卷都有一个清晰的主线：希腊的理性、罗马的法治、中世纪的信仰、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读者可以跟随这条主线，看到一个文明如何从萌芽到成熟，再到衰落。弗兰科潘的书则更像一部拼贴画，每一幅画面都很精彩，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丝路网络如何从古代的陆路演变为近代的海路？海洋贸易的兴起如何改变了中亚的地位？这些问题在书中被切割成了碎片，读者需要自己拼凑。对于习惯了传统通史叙事的读者来说，这种碎片化可能是一种挑战。你读完了全书，记住了许多精彩的片段，却难以形成一个关于世界史如何演进的整体图景。第5，地理决定论的幽灵。虽然弗兰科潘不像戴蒙德那样直言不讳地宣扬地理决定论，但他的叙事中同样弥漫着一种地理宿命论的气息。他似乎暗示，因为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所以它必然是世界的枢纽；因为中东拥有石油，所以它必然是现代博弈的焦点；因为中国位于丝路的东端，所以它必然在一带一路中扮演核心角色。但历史告诉我们，地理是舞台，不是剧本。同样的地理，在不同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可以演绎出完全不同的故事。15世纪以前，大西洋是文明的边缘；15世纪以后，它变成了世界的中心。19世纪以前，中东的石油一文不值；20世纪以后，它成了黑金。地理没有变，变的是技术、制度和人的选择。弗兰科潘有时过于强调地理的必然性，而低估了人类改变地理意义的能力。第9站，如何正确阅读这本书，把它当作一把钥匙，而非一张地图。说了这么多批评，我们是否该否定这本书的价值？不，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它第一次让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意识到，世界史不是从希腊开始的，也不是以美国结束的。中亚不是文明的边缘，而是文明的十字路口。连接不是历史的附属品，而是历史的主线。但我们需要学会正确的使用它。第一，把它当作补充，而非替代。弗兰科潘的史观是对杜兰特式纵深史观的补充，而非替代。读《丝绸之路》时，你应该同时读一本关注文明内部演进的书， Durant 的《文明的故事》，肯尼斯·克拉克的《文明》，甚至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只有这样，你才能既看到文明的连接，又看到文明的灵魂。第二，保持对物质主义的警觉。当你读到弗兰科潘用贸易和货币解释一切时，记得提醒自己，历史不只是经济的函数。宗教的狂热、艺术的冲动、哲学的追问、权力的欲望，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同样驱动着历史。弗兰科潘擅长解释为什么商人去了那里，但不擅长解释为什么圣人死在了那里。第三，对中心论保持免疫。弗兰科潘翻转了地图，把中亚放在了中心，但不要因此陷入另一种中心论，认为中亚才是真正的中心，欧洲只是边缘。历史的真相是，没有永恒的边缘，也没有永恒的中心。
雅典曾是边缘，后来成了中心；罗马曾是中心，后来成了废墟；纽约今天是中心，明天可能不是。中心是流动的，是历史博弈的结果，而非地理的宿命。第四，追问连接之后的问题。弗兰科潘擅长展示什么传到了哪里，但读者应该追问，传到之后发生了什么？阿拉伯人接受了希腊哲学，不是简单的把亚里士多德从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而是用伊斯兰的神学框架重新诠释了亚里士多德，创造了阿维森纳和伊本鲁士德。这种创造性转化才是文明交流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弗兰科潘书中相对薄弱的部分。第五，把历史当作问题而非答案。弗兰科潘的书提出了一个伟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思路的角度看世界，会看到什么？但他没有给出终极答案。读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接受他的结论，而是被他的问题所启发，然后去读更多的书，形成自己的判断。终点站，翻转地图之后，我们看见了什么？回顾弗兰科潘的这部世界史，从信仰之路到奴隶之路，从蒙古帝国的超级网络到黑死病的死亡列车，从波托西的白银到波斯湾的黑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被翻转的地图，更是一种重新理解世界的方法。杜兰特让我们看到文明的纵深，每一个文明都是一座深不见底的矿井，里面有哲学、艺术、法律和信仰，有对正义的追问和对美的渴望。弗兰科潘让我们看到文明的连接，没有一座矿井是孤岛，他们通过无数条看不见的隧道彼此相连，交换着氧气、矿藏和热量，也交换着病菌、暴力和恐惧。在今天这个充满脱钩、对抗与壁垒的时代，弗兰科潘的提醒显得尤为珍贵。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从来不是某个文明独霸天下的时代，而是不同文明勇敢连接、开放交易、彼此学习的时代。蒙古帝国残暴，但它打通了道路；阿拉伯商人逐利，但他们传播了数字和代数；威尼斯人精明，但他们让东方的智慧流入了西方。但我们也必须记住弗兰科潘的盲区：连接不是只有红利，也有代价；贸易不是只有共赢，也有剥削；网络不是只有开放，也有控制。当我们赞美丝路带来的繁荣时，不能忘记奴隶的脊背；当我们惊叹蒙古帝国的流动性时，不能忘记被屠城的百姓；当我们展望一带一路的未来时，不能回避权力、债务和地缘博弈的阴影。也许理解历史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谁比谁更优越，而是为了提醒我们从来就不是分离的。我们的祖先在丝绸之路上交换过商品、疾病、神奇和梦想。我们今天的命运依然被那些古老的连接所定义，也被我们选择建立或切断的新连接所塑造。弗兰科潘在书的序言里写了一句让人过目难忘的话：我们眼中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站在哪里看世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读。翻转地图不是为了否定过去，而是为了看见更完整的真相。我是劳伦斯星辰，我们下期再见。